白光。陈世成看过现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的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世成这2个字。他于是重新在12张榜的原图里细细的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世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寺院的照壁的面前，凉风虽然拂拂地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老发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地游走。捐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连接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匾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唐塔一般霎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地旋转了，觉得涣散了身躯，往往地走向归家的路。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7个学童便一起放开喉咙，只得念起书来。他大吃一惊，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只见7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晃晃的满房，黑圈子也夹着跳舞。他坐下了，他们送上晚课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回去吧。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地说。他们胡乱地包了书包，携着一溜烟跑走了。陈世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有时杂乱，有时也摆成一样的阵图，然而渐渐地减少了，模糊了，这回又完了。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地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这回又完了。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取纸记数着想，11、13回，连今年是16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儿，便不由嘻嘻地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藤真的制意和试帖来，拿着往外走。刚进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他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唐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碗筷也洗过了，而陈世成还不去做饭。遇在这里的杂姓是知道劳力的，凡遇到现考的年头，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不如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绝了人生，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地出现在寒夜的空中，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世成
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地照透了陈世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眼里颇清静了，四近也寂静。但这寂静忽又无端地纷扰起来，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左弯右弯。他悚然了，亲耳听时，那声音却又提高的复述道，右弯。他记得了，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凋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间，爷爷和他的祖母在此内凉的院子。那时他不过10岁有龄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他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一说是曾经听的一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吧，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左弯右弯，前走后走，亮金亮银不论斗。对于这谜语，陈世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可惜大抵刚以为可以通，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有一回他却有把握，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掘过的旧痕迹，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地以后的发了争冲的举动。后来自己一看到，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但今天铁的光照住了陈世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地闪起在他房里了，也终于在这里。他说着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但跨进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苍苍的一间旧房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他爽然地站着，慢慢地在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地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磺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陈世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撞着一条黑影。他不知怎地有些怕了，张皇的点了灯，看锄头，无非倚着他一开桌子，用锄头一气掘起4块大方砖，蹲身一看，照例是黄澄澄的细沙，选了就扒开细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他极小心的幽静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顿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土坑深到2尺多了，并不见有瓮口。陈世成正心焦，一声脆响，颇震的手腕痛，锄尖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他急忙抛下锄头，摸索着看时，一块大方砖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厉害，聚精会神地挖起那方砖来，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爬松了许多土，下面似乎还无穷。但会儿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圆的大约是一个锈铜钱，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瓷片。陈世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浑身流汗，急躁的只爬骚这期间，心在空中一抖动，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
但触手很松脆。他又聚精会神地挖起那东西来，谨慎地搓着。就灯光下仔细看时，那东西斑斑包包的，像是烂骨头，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地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地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他毅然地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下巴骨轻飘飘地回到坑底里，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觉得较为安全了。但在这平安中，忽而耳朵边又听得怯怯的低声说：“这里没有到山里去。”陈世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原想离城35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巢户一般黑阴虚，自行以雾替魅之末地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而且这白光又远远的就在前面了。是的，到山里去。他决定的想惨然地奔出去了。几回的开门之后，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闭闭包包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开城门来，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地叫喊。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15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当即传扬开去，终于传到地保的耳朵里了，便叫乡下人捞将上来。那是一个男尸，50多岁，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世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世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埋了。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包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儿，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正命，所以10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1922年6月，端午节，方玄绰进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是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事儿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被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到，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着架子的吧，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到，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法在他脑里生长起来，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
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实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的有厉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异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风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吗？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散坐在讲堂里的20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或者是以为这话对，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而其实确实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心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常怨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绝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绝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所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直到听得同僚过分地奚落他们了，这才略有些小感慨。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吧，于是就释然了。他虽然也缺钱，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大家一决罢课，可是不去上课了。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他才略恨他们的累乎，用果子耍猴子。一个大教育家说道，教员一手携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的发牢骚了，喂，怎么只有2盘？听了不高尚说，这一日的晚餐时候，他看着蔡叔说，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赵老丽虽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愿意，太守于是就发明了一个魏字，太太对他却连魏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可是上月领来的1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还是好容易才赊来的呢。一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礼，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你做，你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对了，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他2颊都鼓起来了，仿佛气恼着答案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近乎随声附和模样，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依据习惯法，这是宣告讨论终止的表示。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地领了钱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这是因为官俸也颇有些拖欠了。当世时，便是廉吏清官们也见以为心之不可不所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绰，
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他虽然仍未到场，事后却尤其心悦诚服地确守了公共的决议。然而政府竟又付钱，学校也就开课了。但在前几天，却有学生总会上一个呈文给政府说，教员倘若不上课，便要付欠薪。这虽然并无效，而方玄绰却忽而记起前回政府所说的上了课才给钱的话来，差不多这一个影子在他眼前又一晃，而且并不消灭。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准词。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携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没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当初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后来竟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欠儿又欠，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也很有几元化为所心大会里的骁将了。唯有几种日报上却狠发了些鄙薄讥笑他们的文字，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他既以表同情于教员的所心，自然也赞成同僚的所奉。然而他仍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那可也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他自己说，他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事非其所长。而且他是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大家左锁右锁，总之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只要看意见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阴历5月初4的午前，他一回来，一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一总得180块钱才够开销。发了吗？一并不对着他看着说，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所信大会的代表不发放。先说是没有同去的人都不发，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悲屈。方太太见了这少见的义愤，倒有些愕然了，但也就沉静下来。我想，还不如去亲领吧，这算什么呢？一看着他的脸说，我不去，这是官俸，不是赏钱，
照例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哦，昨夜忘记说了，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一觉得他已经不很顾及道理，似乎就要将自己当作校长来出气，犯不上，便不再言语了。两个默默地吃了午饭。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去了。照旧例，近年是每逢节庚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需在夜里的12点钟才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怀中，一面大声地叫道：“喂，领来了！”于是递给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4这一天却破了例，他不到7点钟便回家来。方太太很惊疑，以为他竟已辞了职了，但暗暗地查看他脸上，却也并不见有什么格外倒运的神情。怎么了？这样早？一看定了，他说：“发不及了，领不出了。银行已经关了门，得等初8。亲领。”一惴惴地问：“亲领这一层也已经取消了，听说仍旧由会计科分送。可是银行今天已经关了门，休息3天，得等到初8的上午。”他坐下，眼睛看着地面了，喝过一口茶，才又慢慢地开口说：“县儿衙门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大约到初8就准有钱，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实在是一件烦难事儿。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所心，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50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铺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持出来了。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却只淡淡地说，并没有什么慨然。方玄绰低下头来了，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况且自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他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10块钱，他其实明明已经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死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装了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他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然而不多久，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1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稀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莲花白竟赊来了，他喝了2杯，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的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常识集拾来，躺在床上就要看。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店家叫他们初8的下半天来，我可不能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不答应的。有什么不相信？他们可以问去全衙门里，什么人也没有领到，都得初8。”他挤着第2个指头
在帐子里的空中画了一个半圆。方太太跟着指头也看了一个半圆，只见这手便去翻开了《常侍集》。方太太见他强横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暂时开不得口。我想，这模样是闹不下去的，将来总得想点法，做点什么别的事。一终于寻到了别的路，说什么法呢？我闻不像藤路声，五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你不是给上海的书铺子做过文章吗？上海的书铺子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你看我坐在那里的白话诗句空白有多少？怕只值300大钱一本吧。收版权税又半年6月没消息，远水就不得近火，谁耐烦？那么给这里的报馆里，给报馆里，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里，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1000字也就是这几个钱。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吗？况且我肚子里也没有这许多文章。那么过了节怎么办呢？过了节吗？仍旧做官。明天店家来要钱，你只要说初8的下午，他又要看《常侍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我想过了节，到了初8，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11。胡说，会说这样无教育的。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知识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往往地走过稻香村，看见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才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吧，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6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地走远了。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恼着一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将腰一伸，依依呜呜地就念《常侍集》。1922年6月，风波。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地收了它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土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拨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我活到79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得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一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鸭脚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九斤老太虽然高瘦，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50大寿以后，
便渐渐地变了不评价。常说一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势是不对了。何况6斤比一的曾祖少了3斤，比一父亲7斤又少了1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力。所以一又用尽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的儿媳7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地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6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6斤5两吗？你家的秤又是丝秤，加重称18两秤，用了准16，我们的6斤该有7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9斤8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14两。一代不如一代。”7斤嫂还没有答话，忽然看见7斤从小巷口转出，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7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3代不捏锄头饼了。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实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7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豆6尺多长的香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的走来，坐在矮凳上。6斤也趁势溜出，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7斤没有应，一代不如一代。9斤老太说。7斤慢慢的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做了龙庭了。”7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7斤又叹一口气说：“我没有辫子，皇帝要辫子吗？”“皇帝要辫子，你怎么知道呢？”7斤嫂有些着急，赶忙地问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7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一转眼瞥见7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赏在7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吧，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吗？”太阳收尽了它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恢复过凉起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7斤嫂吃完3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的发跳。一透过屋就夜，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30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10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做这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金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一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做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金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3年以来只穿过2次，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3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七金嫂记得2年前七金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金的危险心坎里突突的发起跳来。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爷也一路点头说道：请请，却一径走到七金家的桌旁。七金们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好香的菜干，听到了风声了吗？赵七爷站在七金的后面，七金嫂的对面说：皇帝做了龙庭了。七金说。七金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做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吧。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金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儿。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七金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一代不如一代。九金老太正在不平，趁着机会便对赵七爷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吗？我活到79岁了，活够了。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爷是黄缎子，拖下去，黄缎子，红缎子，黄缎子。我活够了，79岁了。七金嫂站起身，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般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赵七爷摇头道：那也没法，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七金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金，一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都赶紧吃完饭，聚在七金家饭桌的周围。七金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起头，慢慢地说道：你今天说现成话，那时你这活死尸的囚徒，看客中间
八姨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一的2周岁的姨父子，正在七金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金嫂，算了吧，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金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吗？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七金嫂没有听完，2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姨嫂的鼻子说：“哎呀，这是什么话？和八姨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混蛋糊涂话吗？”那时我是整整哭了3天，谁都看见，连六金这小鬼也都哭。六金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金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一的双鸭脚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噗的一声，六金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金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金。六金躺着哭。九金老太拉了一的手帘，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八姨嫂也发怒，大声说：“七金嫂，你恨棒打人！”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姨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阉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只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2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姨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吗？”八姨嫂正气地抱着孩子发抖，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一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姨嫂多事，一面让开路。几个捡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见。赵七爷也不细心查访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桕树后，说道：“你能抵挡他吗？”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金便要没有性命。七金既然犯了黄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七金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事。他们也就慢慢的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七金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关上门睡觉了。七金将破碗拿回家里，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60多长香飞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些方法，想些计划，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辫子那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得上城去定好，谁能抵挡他？
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第二日清晨，戚金依旧从鲁镇乘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60多长的香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订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16个铜钉，3文一个一总，用了48文小钱。九斤老太很不高兴地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3文钱一个锭，从前的锭这样的吗？从前的丁是我活了79岁了。此后戚金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境总有些暗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戚金嫂也没有好生气，还时常叫他囚徒。过了10多日，戚金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没有听到些什么？皇帝做了龙庭没有呢？他们没有说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吗？也没人说。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做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殿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你想不做龙庭了吧？我想不做了吧。现在的戚金是戚金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80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6斤的双鸭脚已经变成一只大辫子了。虽然新进裹脚，却还能帮同戚金嫂做事，捧着18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1920年10月，故乡，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2000余里，憋了20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棚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20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家出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1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时的异地去。第2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8岁的侄红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叫我坐下歇歇，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儿。红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儿，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
此外，需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以其级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你休息1-2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是的，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11、12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金栗的刺雀，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10多岁，离现在将有30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30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贡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3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5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恭敬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2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柄，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柄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蘑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要瓜了，你便捏了胡茬，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事儿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
状如小狗儿，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茬呢。走到了，看见茬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着许多新鲜事儿，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但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2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儿。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4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1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1、2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升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这好极。他怎样？他境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呼走进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我们坐火车去吗？我们坐火车去。船呢？先坐船。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我吃了一下，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50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2手搭在臂间，没有系裙，张着2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我愕然了，不认识了吗？我还抱过你咧。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吧？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却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一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那有这是我惶恐着站起来说：那么我对你说，迅根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我并没有阔力，我须卖了这些再去。哎呀，你放了到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3房1太太，出门便是8抬的大轿，还说不阔？下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地站着。哎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3、4天，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1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原始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脚鸡、跳鱼、贝壳、茶，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梗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5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母亲和红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啊，你怎地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各地称呼吗？还是照旧？”训根儿母亲高兴地说：“哎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地只贴在他背后。他就是水生。第5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红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红儿听的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6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母亲问他，直到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境况，多子、饥荒、瞌睡、病、匪、官、身，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事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下午，他捡好了几件东西，2条长桌，4个椅子，1副香炉和烛台。一赶台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2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又过了9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功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空了。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撞成了深带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红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具里，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地想。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一在灰堆里掏出10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儿，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枸杞啥，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成石料，鸡可以伸进梗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一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母亲和红儿都睡着了，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直到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红儿不是正在想念水声吗？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自虽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1921年1月，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花4文铜钱买1碗酒，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现在每碗要涨到10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1文，便可以买1碟盐竹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10几文，那就能买1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躲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的坐喝。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吧。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家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胡子底里有水没有，又轻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掺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见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10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友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2碗酒，要1碟茴香豆，便排出9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馅儿写的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书，换1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儿，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见货没有现钱，
暂时记在坟板上，但不出1月，定然还清。从坟板上失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之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地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来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像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吗？”我略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地说道：“不能写吧？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地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吗？”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2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回字有4样写法，你知道吗？”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有几回，邻居孩子听的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1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5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2、3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坟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19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吗？后来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中秋之后，秋风是1天2里1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需穿上棉袄了。1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铺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吗？你还欠19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4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第2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1919年3月，狂人日记，某君昆仲，今引其名，皆于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确。日前偶闻其一大病，是归故乡，余到往访，则仅无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事，然已早愈。父某弟后不以因大笑，出示日记2册，未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迟归月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与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住月日，唯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见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一家研究，记中语物，一字不异。为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意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欲后所提，不复改也。7年4月2日时，亦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30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30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需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2眼呢？我怕的有理。而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变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7、8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年以前，把古酒先生的陈年流水步子踹了一脚。古酒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待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做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事，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这真叫我怕，教我那喊，而且伤心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3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架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去。”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呀。这一件事越叫我猜不出底细。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丽丽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谷家的步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作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2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4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1碗菜，1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块，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办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飞机，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
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2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吧。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5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办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吗？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一子儿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儿，他也毫不奇怪，不住地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一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的。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6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其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接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枪。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8、9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手啃几下。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以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海以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的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20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儿对吗？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对吗？这等是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吗？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地答道，不对，他们何以净吃？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吗？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交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就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扯，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时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地对他说，大哥，我有话告诉你，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一牙蒸了他儿子给节奏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儿，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一牙的儿子，从一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事，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是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不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
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辩护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陈老五也气愤愤地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船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11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2顿饭。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5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4、5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实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的，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叫人伤心，这真是奇迹的事儿。12不能想了，4000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合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4000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13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舅舅孩子1918年4月，明天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红鼻子老公手里擎了一碗黄酒，说着向坚壁努一努嘴，蓝皮阿五便放下酒碗，在他脊梁上用死劲地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你又在想心思，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2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的正高兴，一家便是建壁的单四嫂子，她自从前年守了寡，
便需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3岁的儿子，所以睡得也迟。这几天却早没有纺纱的声音了。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2家，这单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公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公们听到。老公挨了打，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地唱起小曲来。这时候，单四嫂子正抱着她的宝，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地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灯光照着宝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单四嫂子心里计算，神仙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好？那只有去整何小仙了。但宝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儿。但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不明白这“但”字的可怕。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它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它都弄糟。夏天夜短，老公们呜呜地唱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不一会，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但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1年。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看见宝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但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哎呀，心里计算，怎么好？只有去整何小仙这一条路了。她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13个小银元和180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直向何家奔过去。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4个病人了。他摸出4角银元，买了号签，第5个轮到宝。何小仙伸开2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4寸多长。但四嫂子暗地呐喊，心里计算，宝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地说：“先生，我家的宝什么病呀？”他终娇涩着：“不妨事吗？他先去吃凉铁，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但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30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指角上的几个字说道：“这第1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但四嫂子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她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要回去便宜了。于是又径向济世老店奔过去。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药。但四嫂子抱了宝等着，宝忽然擎起小手来，用力拔她散乱着的一绺头发。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但四嫂子怕得发怔。太阳早出了，但四嫂子抱了孩子，带着药包，越走觉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觉得越长，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地冰着肌肤，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宝却仿佛睡着了。他再起来慢慢地走，
仍然支撑不得，耳朵边忽然听的人说：“但四嫂子，我替你报伯罗。”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朦胧地跟着他走。但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阿五有些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终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丹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之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丹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纱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他们两人离开了25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说些话，但四嫂子却大半没有打走了。不多时候，阿五又将孩子还给他，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但四嫂子便接了孩子。行而不远，便是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的说话。但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吗？看是看了。王九妈，你有年纪见得多，不如请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样？怎样？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2点，摇了2摇宝，吃下药。已经是午后了，但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到的下午，忽然睁开眼叫一声妈，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他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但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沾着手，慌忙去摸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到没有，但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嚎啕。这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老公之类。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2条板凳和5件衣服做底，替单四嫂子借了2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第一个问题是棺木。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只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做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蓝皮，阿五也伸出手来，很愿意自告奋勇。王九妈却不许他，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事。阿五骂了一声老畜生，样样的努了嘴站着。掌柜便自去了。晚上回来说棺木须得现做，后半夜才成功。掌柜回来的时候，帮忙的人早吃过饭，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觉了。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公也呜呜地唱。这时候单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宝在床上躺着，纺车静静地在地上立着。许多功夫，单四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眼睛张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觉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儿。他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老公的歌声早经寂静，咸亨也熄了灯。但四嫂子张着眼，总不信所有的事儿。鸡也叫了，东方渐渐发白，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
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但四嫂子张着眼，呆呆坐着，听得打门声音，才吃了一下，跑出去开门。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背了一件东西，后面站着王九妈哦，他们背了棺材来了。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地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但单四嫂子带她的宝，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49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她穿上顶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2个小木碗，2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后来王九妈掐着指头仔细推敲，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2名脚夫，每名210个大钱，抬棺木到一种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他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但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她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儿，不像会有的事儿。然而的确出现了，她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她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显得静。她昏昏地走去关上门，回来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地立在地上。她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它，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它，叫它喘气不得。他现在知道他的宝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他一面哭一面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但现在怎么了？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我早经说过，她是粗笨女人，她能想出什么呢？她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但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儿，她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吧。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但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地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红鼻子老巩的小曲也早经唱完，呛呛亮亮出了弦哼，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我的冤家啊，可怜你！孤零零的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巩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但四嫂子早睡着了，老巩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未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
也躲在暗地里呜呜地叫。1920年6月，社戏。我在倒数上去的20年中，只看过2回中国戏，前10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2回全在后10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第1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吗？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地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的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在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黄的想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3/4，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2/3。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走出了。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地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咚咚晃晃地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第2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目击湖北水灾捐谭教天还没有死捐法，是2元钱买1张戏票，可以到第1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教天。我买了1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色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教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咚咚惶惶之灾，竟到第1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的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1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9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2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木莲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身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掷出了绝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2、3个人互打，从9点多到10点，从10点到11点，从11点到11点半，从11点半到12点。然而教天竟还没有来，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地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嘘嘘的喘气，这台上的咚咚晃晃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已12点，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地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
大约那弹性的胖身势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节又减二，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10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边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它。即使偶尔经过戏园，我们也莫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它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却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2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力，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在遥遥的了。其实恐怕我还不过11、12岁，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30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志志思干悠悠南山了。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公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为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和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2个字来，而他们也99%不识字。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浮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绝不但用了自己的2个钱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霸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志志思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再到赵庄去看戏。赵庄是离平桥村5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作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就在我11、12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绝没有留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洋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母亲便宽慰一，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地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巴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吗？10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地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诚然，这10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浮水的，而且2、3个还是弄潮的好手。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我的很重的心活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把前高，阿发把后高，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2只橹，一只2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4回手，见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韵枣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
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插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一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阿发说，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进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高，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而况，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4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84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地唱。双喜说，晚上看个少铁头老生也谢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只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一条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托贵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2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吧。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大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拿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地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地骂。我忍耐地等着，许多功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郁气，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双喜终于熬不住了，
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吧？”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3、4人竟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架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出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缈的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照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地摇船。这一次，船头的积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连业余的几个老渔夫也停了亭子，看着喝彩起来。离平桥村还有1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大家都赞成，立刻进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吧。”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的多呢。”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在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个人便到六姨公公的田里，又个偷了一大捧。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包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搓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只枯旧树，而且当面叫他八赖子。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姨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3更了，怎么回来的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可睡，不如及早睡得好，各自回去了。第二天，我向五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吧？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姨公公照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
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急，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吗？我一点头，说道：好。豆可中吃呢？我又一点头，说道：很好。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地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她于是打着急子过去了。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几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姑奶奶，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市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1922年10月，头发的故事。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地说：啊，10月10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的一位前辈先生恩正走到我的狱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你记得？又怎样呢？这位恩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词。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到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夺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儿，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10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深受1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羡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纪念这些事儿，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吧。恩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喝。我们的恒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清，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
也是一件吓人的法制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事。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3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脱辫子，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弘扬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恩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荣，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吧。过了几年，我的家境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2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终止了。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接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是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厉害，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地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里。我在流血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时，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轿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吧。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3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6条辫子，
晚上便开除了6个学生，这6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1个双十节之后，又1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吗？改革吗？武器在那里，攻读吗？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一记这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事。我要借了阿尔智拔随夫11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绝不肯自己改变一只毫毛。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2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说回去吗？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我默默地送他到门口，他戴上帽子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1920年10月，兔和猫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下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姨的孩子们看的。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这种东西躺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2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1元，因为是叫小史上店买来的。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看。还有一匹小狗名叫 S 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吆喝道 S 听着，不准你咬它。于是在他头上打了1拳， S 便退开了，从此并不咬。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也常常啃木气角。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桑子落地，它们最爱吃，便连喂它们的菠菜也不吃了。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它们便弓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嘘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鸦雀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进来了。三太太说鸦雀倒不打紧，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地看，这却要防的杏儿 S 和猫是对头，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把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动着鼻子，驯良地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他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里面铺些稻草，就在后窗的房檐下。这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儿自己掘土了。
觉得非常快，前脚一抓，后脚一踢，不到半天已经掘成一个深洞。大家都奇怪，后来仔细看时，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大的多了。他们第二天便将干草和树叶衔进洞里去，忙了大半天。大家都高兴，说又有小兔可看了。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令，从此不许再去捉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2匹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后来不见了，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不吃。过了10多天，三太太对我说，那2匹又出来了，大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因为雌的1匹的奶非常多，却并不见有进去不养孩子的行迹。一言语之间泼气愤然也没有法。有一天太阳很温暖，也没有风，树叶都不动，我忽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循声看时，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原来有一个小兔在院子里跳跃了，这比他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但也已经能用后脚一弹地蹦跳起来了。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还看见一个小兔到洞口来探一探头，但是即刻便缩回去了，那该是他的弟弟吧。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口的抢去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地想，那小的终于吃惊了，便跳着钻进洞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推进之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这时是连日的阴天，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我说不然，那是天气冷，当然都躲着，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太阳出来了，他们却都不见，于是大家就忘却了。唯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为他们剥菜的，所以常想到。已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忽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别的洞，再看就洞口，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爪痕。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爪，该不会有这样大。又疑心道那藏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终于出来取了锄子，一路掘下去，虽然疑心，却也希望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但是待到底，却只见一堆烂草加些兔毛，怕还是阴入自行上草头下乳草垫时候所铺的罢，此外是冷清清的，全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的踪迹，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的弟弟了。气愤和失望和凄凉，使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一动手，那大的2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然而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而上面却睡着7个很小的兔，遍身肉红色，细看时眼睛全都没有开。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因为预防危险起见，便将7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搬进自己的房里，又将大的也那进箱里面，勒令移去哺乳。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
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据说当初那2个被害之仙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回绝不至于只2个，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7个之中就有2个很瘦弱，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的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白兔的家族更繁荣，大家也又都高兴了。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2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 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高于应稳的了，上午常搬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4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砸得快死，带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吧。过往行人匆匆地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滋滋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烂了，毁得太烂了。嚎的一声，又是2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旭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不，它们自己咬，它那里会给我打呢。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确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它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它们配合，是因为它们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特嚷的，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善，于是不由得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道士帮他的忙。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士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得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氰酸钾。1922年10月，一件小事，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的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
一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一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衣服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她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她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姨说，你怎么了？我摔坏了。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一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封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故解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是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杀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信，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1920年7月，亚的喜剧，俄国的盲诗人艾罗先科君带了他那6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啊，寂寞啊，在沙漠上试的寂寞啊，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的。我住的久了，入芝兰之事，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吧，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世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艾罗先科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就游之地的缅甸的夏夜。这样的夜间，他说
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谐。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却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蛤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县科军已经买到了10几个蝌蚪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3尺，宽有2尺，是众蜜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蛤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适的处所。蝌蚪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县科军也常常多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县科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地微笑道，哦。然而养成迟早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县科军的一件事儿。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以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沙，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县科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地带了小鸭来了，羞羞地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县科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羞羞地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4个，每个80文。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地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吧。爱罗县科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他于是交出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4个小鸭都在河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蝌蚪了。伊和西克仙没有了。蛤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蛤蟆。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他说，待到小鸭退了慌忙，爱罗县科军却忽可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地向赤塔去。待到4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2个白的，2个花的，
而且不复羞羞的叫，都是呀呀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杏儿重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下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呀呀的叫。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洛县客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4个鸭，却还在沙漠上呀呀的叫。1922年10月，一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2间屋子里便弥满了清白的光。小栓的爹，你就去吗？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吧。”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1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地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2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稀稀足足，稀足因稀疏，应有学盖于上，形容细小的声音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后他平静下去，才低低地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电吗？你娘会安排的。”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2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别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老头子倒高兴。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带，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在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朝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搓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地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实事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4个暗淡的金字。二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几心2块肩胛骨，高高突出，印成一个阳文的8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得了吗？得了。2个人一起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啊？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的最早，去的最迟。此时恰恰别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吗？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小栓进来吧。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吃下去吧。病变好了。小栓搓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地拗开了。胶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2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2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睡一会罢，便好了。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后他喘气平静，才轻轻地给他盖上了。满服补丁的夹背3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地给客人冲茶。2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老栓，你有些不舒服吗？你生病吗？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没有，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
便取消了自己的话。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吗？好了吗？老栓，就是运气了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地垂着，笑嘻嘻地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地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地谢他：“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华大妈听到“痨病”这2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的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儿？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快快饱蘸，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包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姨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25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小栓慢慢地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地问道：“小栓，你好些吗？你仍旧只是肚饿？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哎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20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氛模样，你要晓得，红眼睛阿姨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2个嘴巴，一个是一手好拳棒，这2下一定够他受用了。跛脚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里。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姨可怜里。”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姨可怜风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20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店里的做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疯了。驼背武少也点着头说。四西关外靠着成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雨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从中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厘米大的新芽。天明，魏九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4碟菜1碗饭，哭了一场，画过纸，呆呆地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她短发，却乎比去年白的多了。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蓝缕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指定，3步一歇地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4碟菜，1碗饭立着哭了一通，画过指定，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吧。那人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痴痴地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着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跟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鱼儿，他们都冤枉了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吗？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鱼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吧。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枝枝直立，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柱一般站着。许多的功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条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吧。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走不上20-30步远，忽听得背后呀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错伸直向着远处的天空，见也似的飞去了。